这是野外生存最真实且最有挑战性的节目，只要挑战到最后就能拿走300万奖金。曾有传闻说参赛者被黑熊吃掉，导致第一期节目一直被雪藏。最终节目组只是出来发了个通告，说参赛者已经获救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没有剧本，没有摄影师，身后更没有大批的救援队。10位参赛者只能带上10种限定的工具，分别被投放在不同的位置。他们不仅要抵御冬季的严寒，还要面临猎豹偷袭，甚至被黑熊吃掉的可能。第一位出场的参赛者乔什，他可以说既幸运又倒霉。幸运的是，家中有一位贤惠漂亮的孕妻和一个可爱的儿子，来参加节目就是为了能给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同时也为即将出世的宝宝赚取更多的奶粉钱。不幸的是，他被抽到的位置十分危险，他被节目组送到了指定位置，并找到了摄影器材。接下来的体验将是前所未有的刺激，可能他这一生都不想再回忆。在没有熟悉地形之前，他需要先给自己搭建个临时庇护所，在2个大树之间用伞绳固定以做支撑，然后再把防水布铺上去，做成一个斜坡式的庇护所。这块肥木头里面富含了大量的松油，有了它可以让你在野外生活就变得容易多了。但由于恰逢雨季，周围全是湿漉漉一片，打火石快要被乔什磨成针，依旧无济于事。他不想把大量的时间全浪费在打火上。乔什举着摄像机在附近没走多久，竟意外地收获了一坨新鲜的粑粑以及还未啃食完的冷饭。当他再转过头看向树洞时，哦吼，豁然开朗，刚搭建完的庇护所竟掉进了熊窝。乔什看着满地狼藉的残渣，此时他隐约听到什么怪异的声音，抬头一看 ，Oh my god， 头上熊家3口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没想到开局第1天就这么刺激，刚吃过午饭的3口之家也确实没什么胃口，似乎对乔什还不太感兴趣。不过并不排除熊爸教会儿子该如何狩猎。一想到这儿，把乔什吓得够呛，他撒腿就往外跑。乔什刚跑到沙滩边，还没缓过神，地上全布满了熊大的爪印以及没啃食完的鱼头。没想到自己被投放的地点竟是黑熊的领地，他表示既来之则安之。看来上演一场人熊大战的场面在所难免。接下来第2位出场的参赛者乔，他和乔什的家庭也很相似，家中也有一位温柔漂亮的妻子，5岁的女儿活泼可爱。来参加节目也很简单，就是奔着300万的丰厚奖金而来。温哥华岛年平均降雨量高达30公分，想要找到适合的位置安营扎寨并非易事。为了能尽快落实庇护所的位置，乔先是在周围转了一圈，结果落脚点没找到，自己却被淋湿了一身。第3位出场的参赛者卢卡斯，相对于前面2位参赛者，卢卡斯可谓是掉进了幸福的漩涡，因为他一开局就找到了淡水，解决了生存4要素之一。现在他只要把庇护所的位置确定下来，接下来的挑战就变得容易很多。天色越来越晚，这里的黑熊美洲豹实在太多，他们通常都在背后袭击人，但节目组给到他的镜头很少，说不准后面还会憋什么大招。乔这边经过不懈努力，被他发现了一条兽径，这里的视野相对开阔，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和黑熊见上一面。待他清理完地上的杂物，乔打算做一个人字形的临时庇护所。对于他的解析是，这做法不仅保暖，而且还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安全感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把他冷得饥寒交迫。为了落实这庇护所，他这一天没喝上一口淡水。画面回到乔什这边，因为被黑熊光顾，他这庇护所怕是待不下去，甚至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他都得喊2嗓子壮壮胆。Hey bear, hey bear。时间来到晚上10点，该来的始终躲不掉。这一晚，乔什手持黑切，瑟瑟发抖。黑熊距离他的庇护所仅有10米范围，看他没啥反应，熊家夫妇步步逼近。一墙之隔的乔什甚至能听到黑熊的心跳声。生死攸关之际，乔什喊了2声 Hey bear。结果竟出奇的凑效，他俩灰溜溜的离开。乔什原本以为躲过一劫，却不料熊家夫妇又折返了回来，这气搁谁受得了？迫不得已，乔什摁下了退赛按钮。救援队收到消息后，直至凌晨5点多才赶到现场。面对镜头，乔什没有过多的解析。虽然赚钱很重要，但绝不是以生命为代价。对于任何人的评价都无所谓。经过工作人员的再三确认，乔什决定选择了退赛。临走时，黑熊还出来送了他一程。眼看到嘴的食物就这样没了，黑熊只恨没能早一点痛下杀嘴。刚开局就出现这么刺激的场面，让我越来越相信参赛者被黑熊吃掉的传闻。